田埂上2头牛打得激烈无比，不远处的曹丕看着心生一计，他转头让曹植做出一首应景的诗，并要求诗中呢不能出现关于牛的字眼，还要在马走100步内完成，否则曹植难保项上人头。曹植听后硬着头皮出口，最终一首流传千古的诗诞生了。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何？曹丕为何对亲弟弟曹植这般刁难呢？时间来到曹操在世的时候，这位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野心家生下25个儿子，其中呢能够继承位置的主要有4人：曹昂、曹丕、曹植和曹冲。曹昂是曹操的庶长子，虽然不是嫡出，却是曹操最想立为继承人的儿子。但是天意弄人，曹昂英年早逝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时间来到建安2年，也就是公元197年，曹操在征宛城接受张绣投降后，霸占了张绣的婶婶，这使得张绣怀恨在心。曹操感知后，决定除掉对方，奈何计划失败，张绣意识到自身难保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偷袭曹操。曹昂为了保护曹操，同典韦等大将一起死战宛城。自曹昂死后，曹丕、曹植、曹冲都有继承曹操之位的机会了。其中呢，在5岁年纪便称出大象重量的神童曹冲得到曹操的喜爱，他好几次跟大臣说要立曹冲，可惜的是曹冲在13岁的时候夭折，曹操极为悲痛。自此有机会继承的那就只有曹丕和曹植。曹丕有贾诩、司马懿、陈群、吴质等臣支持，曹植呢有丁仪、丁义、杨修、杨俊等臣辅佐。从兄弟2人能力上看，曹植文学才能高于曹丕，政治才能却比不上对方。刚开始曹操偏爱曹植，对其文学创作十分赞赏，还有意训练他的政治和军事能力。但是曹植呢实在是不争气。建安24年，曹操对曹丕委以重任，让他当行鲁将军，率军解救被围困的曹人。等命令下达之后，曹植当天喝得不省人事，根本无法出征。曹操得知后气愤万分，加上曹植曾有一次擅自驾车硬闯皇宫的军用城门，狠狠打了曹操的脸面，以至于曹操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，将曹丕当作了重点培养对象。公元220年3月，曹操在洛阳病逝，曹丕呢立马继承曹操的丞相和魏王之位。他将野心写在了脸上，也表现在行动上。这一年的年底，他逼迫汉献帝禅位给自己，成为了历史上的魏文帝。他是春风得意，曹植的哭声却传入了耳边。曹丕知道自己这个弟弟衷心为汉朝灭亡感到悲伤，心中愈发对曹植不满，加上曹植曾同他是竞争对手，他心中萌生杀死弟弟曹植的迫切想法。曹丕做梦都想杀了曹植，除了双方曾经站在对立面的因素外，这也跟曹植嫉妒曹丕才华有关。此话从何说起呢？在汉献帝时期到魏文帝统治前几年间，曹家3父子那是出了名的文学大家，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，其中曹植的文学天赋在年少的时候就展露了出来。10岁的他熟读《诗经》《论语》等文学经典，还能创作出相当有底蕴的诗歌文章。他的父亲曹操偶然看到曹植写的文章，大为称赞。加上曹植为人坦荡，作风朴素，曹操对他更为疼爱。相比之下，曹丕的文学才能呢，也受到曹操的认可，不过总是比曹植低一等。曹丕很不服气，时常明里暗里同曹植竞争。时间来到建安15年，也就是公元210年，曹操重视的铜雀台建成，大喜过望的他在铜雀台举行大典，现场让百官进行文武比试，还让曹植、曹丕几个儿子参与进去。在比试文学的过程中，曹丕率先写下优秀的诗，全场人听后无不拍手叫好，曹操也站起身拍手赞赏。曹丕开心极了，可是曹植的诗一出，他的脸瞬间黑了下来。只见曹植妙笔生花，人们惊呼之间，他便做出了一篇《铜雀台赋》。众人见后，一时间鸦雀无声，随后鼓掌的声音阵阵回响在了铜雀台。
也是这件事情之后，曹植洋洋得意，曹丕深受打击。他对曹操的不屑转变为了嫉妒，又懊恼自己无论如何都超不过曹植，心中生出一股忧伤。而后呢，每当他看到曹植拿好文章在曹操面前炫耀，恨得更是咬牙切齿，以至于兄弟俩的嫌隙越来越深。后来曹丕坐上帝位，若不是他们的生母卞夫人劝阻，曹丕早就一刀除掉曹植，以报多年之恨。既然解决不了这个潜在的威胁，曹丕为了防止他有不臣之心，经常去关照曹植，实际上呢是监督他。曹丕当上帝王是如何刁难曾经的对手，自己异母同胞的弟弟曹植的呢？时间来到公元225年，外征归来的曹丕再次热情地看望弟弟曹植，拉着他一起视察军营。曹植跟着魏文帝胆战心惊，他生怕说错一句话小命不保。再加上这些年他饱受曹丕打击，早就看清楚自己这个哥哥伪善下的真面目。可曹植知道有生命危机，依旧束手无策。在他看来，当上帝王的曹丕想处理自己轻而易举，何况呢，他本来就不是善于权谋的人。曹植跟着曹丕在军营走了一会儿，两人骑马来到田垄间散步，兄弟俩聊聊走走，尤为和谐。而曹丕呢，实际上在悄悄寻找机会将曹植给处理了，而曹植格外的小心谨慎，曹丕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正当他失望之时，恰好发生了开头的那件事。两头牛在曹丕和曹植不远处打架，随行士兵上前护驾，想赶走那两头牛。曹丕当即拦下了士兵，他要看看这两头牛谁可以获胜。也是在观看牛打架的瞬间，他想到了一个陷害曹植的好方法，也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，让曹植依照两牛打架的情景作诗。终于斗牛结束，曹丕转头问曹植有什么看法，而后呢，他迫不及待地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。你自小才气过人，想必可以根据牛儿打架做出一首诗吧？做得出来，朕呢一定会赏赐你好东西；做不出来，那你的才华就是假的，犯下欺骗君王的罪过，要处以砍头的刑罚。曹植本来就十分紧张，听到曹丕这话，心里更是心慌意乱了。他不是担心自己做不出诗，而是被哥哥曹丕的话伤到了。这几年来，他仍抱有一丝幻想，希望曹丕念及兄弟之间的感情，不再谋害自己。可是刚才对方的话让曹植心中仅存的一点幻想都破灭了。他意识到曹丕一直都惦记着自己的性命，他心中生出一股悲凉，随即答应曹植作诗。马儿在田埂踏步走着，曹植酝酿着诗词。随行官员为了讨好曹丕，故意鞭打马儿快点走，让曹植本就不多的思考时间更少了。曹丕看着窃喜不已，他恨不得马儿立刻走到100步，从而顺理成章杀了曹植，完成多年来的夙愿。只是呢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马儿走了50多步，曹植便告知曹丕说做好诗了。曹丕压住心里的不满，板着脸让曹植将诗说出来。曹植不慌不忙，随即脱口做出一首100步诗。这首诗十分符合曹丕提出的要求，何况呢，马儿才走了一半的步数，足以证明曹植才能的真实性。曹丕却觉得很难堪，内心翻江倒海，但是他依旧还是对曹植大加赞赏，表现出很认可的样子。经过这次作诗事件后，曹植内心变得忧郁，他知道自己头上永远悬着一把剑，活下去成了一种奢求。后来曹植忧郁成疾，41岁离开人世。